的情况吧。来，请看 VCR。我和我男朋友相恋已经2年多了。我是名航空安全员，因为我没有时间陪他，而叫我最好的朋友照顾他。而现在他们2人在一起了，他抛弃了我，我自己引狼入室。他发现了我和他朋友之间的感情，情绪变得非常的暴躁、激动，家里能砸的东西他几乎全都砸遍了。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做错了，我不应该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再跟这样一个粗鲁暴躁的人在一起。现在你因为我脾气大了，你跟我分手，你跟他2人在一起，不可能。还拥你在怀里。也没有爱了，只是想把这个人牢牢抓在自己的手里。来吧，先掌声请出这对恋人。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江25岁，来自山西，是一位航空安全员，学历大专。女主人公小许，23岁，来自辽宁，现在是自由职业者。来，何子。航空安全员，对，不用提供服务，只是为了保证安全。对，我们要巡视客舱，然后要观察一下旅客。我一直有一个问题，在看小片的时候我没弄清楚，他跟你那个最好的朋友到底怎么了？你问他。我和他的朋友在一起了。什么？但是已经结束了。结束了并不是代表没发生过，对不对？结束了我就可以当没有事吗？不是，你要当有事儿你就放手呗，你放人家走吗？你这不是暗示在指我跟他分手啊，你跟他走了，然后把我一个人撇那儿，让我现在成这样。我跟你分手不是因为想跟他在一起，那是什么？而是因为你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。而是因为你暴躁砸东西，谁给逼的呀？不是你俩给逼的吗？来，这样的你让我恐惧与害怕，行，所以我想跟你分开。来，两位先冷静。他怎么会跟你的最好的朋友在一起的呢？因为我这个工作吧比较忙，有的时候一走就是1个星期左右。他平时他一个人在家害怕，很缺乏安全感，所以我比较担心他。如果我一飞行的话，我会经常找我的一些同事啊，或者找我一些哥们儿陪着他。你让别的男孩陪你女朋友？他一个人确实害怕。那你现在一个人不敢出门。你那朋友是干嘛的呀？他也是我一个同事，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们从中学开始就认识了，我们也是老乡。因为受伤了，所以前段时间他停飞了。然后你飞，对，你就把女朋友托付给他照顾。对，同窗、同乡、同事，这关系真的很近。他是我特别好的兄弟。知道，兄弟你别急。你怎么发现这事儿的？那天在家，然后他去洗手间了，然后我拿他手机玩游戏嘛，别人就来了条信息，一点开里面的信息，我全看到了。我和他根本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。那是怎样？在你发现之前，我和他就已经结束了。你跟我说那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呀？不想对不起我了？你的意思是说，在他发现之前，你们俩结束了是吧？对，都已经结束了。你男朋友平常对你好吗？以前对我特别好，刚追我的时候他是飞国内航线的，平时就是飞不管多晚的时间回来都会去找我。当我们俩就是确立关系的时候，我就是辞掉了工作，然后和他在一起。因为当初我的梦想也是这个，也是作为空姐。但是由于他跟我说飞行回来的时候，希望家里能有人做好热乎乎的饭等着他回来。我为了他放弃了我的理想，放弃了我的工作，就是希望能在家里守候他。可是当我做到这一切的时候，我等待的人不是他。怎么了？他飞的时候没有陪我，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非常依赖人的人，他经常会叫他一些哥们儿轮流的来陪我，因为他们那个飞行时间是不一样的。然后由于他的这个朋友手部受伤停飞，近3个月以来，他基本都是他一个人在照顾我，陪我吃饭、逛街。我跟他在一起是因为有一次我生病了，晚上他飞行，我发烧发到39度多，给他打电话一直打不通，当时我就特别需要有人照顾我。而这时候我是实在没有办法，特别难受，才给他的朋友打电话。然后他朋友就来到我家，带我去医院，因为我家住5楼嘛，身体特别虚。他朋友就是抱着我去的医院，对我照顾的无微不至，特别的细心。我多希望那个人是你，而不是他。
那我不工作吗？你的同事也有很多飞行的呀，他是怎么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？都会像你这样吗？人家能等待你就不行啊。兄弟，我没有等待你吗？我跟你在一起2年多了。这么说吧，我这话说不好听啊，但是我感觉到这是个事实。咱这么大的人，咱身边离不开男人吗？不是离不开男人，是他让他的朋友照顾我这3个月。那么多做飞行的人，飞行员的妻子也好，男空乘的妻子也好，还是女空乘的这个先生也好，就说我们都寂寞都可以是吧？不是说不是，你得认识这个事儿的严重性。你是你错了，你别怪说你不陪我，他飞走了，他怎么陪你？就是他不光是。好吧，行吧，就算他错吧。你跟他那个好朋友断了。在他发现之前，我们就已经结束了。我和他在一起，感觉对他特愧疚，因为有一次他飞回来，我们去吃饭，觉得3个人在一起吃饭特别的别扭，觉得心里对他有。我回来请你们吃饭，我还请他吃饭，我还谢他，把我卖了，我还给他，还给你们点钱了吗？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。那不是这样是怎样？啊，你俩在一起了，我回来我不知道。已经结束了，那是以前的事了。我还谢谢他，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。兄弟，来，那你跟他那朋友其实就这么说吧，他的朋友就是一个填补寂寞的一个他的替代品，是这意思吗？只是精神上那种依赖和寄托。我一直都没有喜欢过他的朋友。那你没喜欢过他的朋友，你跟他朋友在一起干嘛呀，丫头？在一起只是平时的时候，因为他飞行回来累的时候，除了睡觉，连跟我说话谈心的时间都没有。这个在一起，别是我们理解错了吧？不。我天，那算了吧，你又受不了。哇，凭什么啊？你这是在折磨我，你知道吗？我折磨你，你怎么折磨我的？啊，你跟他在一起了，你扭回头来跟我分手。我跟你分手的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你暴躁，一整生气的时候，家里能砸的东西你基本全部都砸了。我那不是被你俩给逼的吗？我发泄不了，我怎么了？而且把我的手都捏青了，砸鞋柜砸到我的腿上，浑身都是伤。我现在都是被你俩给逼的。你让我发泄一下。那你也有折磨过我呀。当你发现的事情之后，我从那之后我没有出去过，我一直在家里等你。你每天回来，即使你不飞航班了，你悄悄的回来，你不会告诉我，你在看我，你一直在看着我，有没有在和他联系？就连我去楼下超市买点东西，你回来你就发疯一样，没法再相信你了，把家里又砸了。你让我没法再相信你了，我怎么相信你？你都不相信他，你还不跟他分手？我干嘛要分啊？那你跟他分了，让我难受，他俩自己过去了。我再强调一遍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说的不是。我跟你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你总经常对我做出不理智的行为。来，这样，麻烦你去那边去。来，你去那边。我在这儿听他说。不，你去那边。我看他说什么。你去那边，因为对，你冷眼旁观一下。先坐一下。我怕你冲动，这个人交给你了哈。没事。啊，你就站这儿行吗？行。不许冲动，好吧？好。你让我把这事儿问清楚好吗？好。别这么折磨，你现在心里过不去的不就是说，受不了这口气是别你跟我。他跟别人就算了，他跟我最好的兄弟在一起，我能忍受得了吗？已经结束了。别喊，你别喊，帮我看好。确实跟那个人分了，对不对？在他发现之前，我们就已经分了。来，我们有请小季。你也够混的了啊！后悔吗？后悔。对得起兄弟吗？对不住。对不住哈。干什么去了你？你没打算跟他在一起吧？没有。因为就是上回吃饭那会儿，我们发现真的坐在那儿，您真的是太难受了。出了这个事儿之后，你们俩见过面吗？单独？我在外面跟朋友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，他过来找过我，然后当时反正情况也发展的挺糟糕的，然后被那个周围的朋友都拉开了，当时我已经能猜到是什么事儿了。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？看我笑话了吧？别那么想，
我来这儿，真的，我也是无地自容吧。咱们也10几年的兄弟了。谁跟你兄弟？有你这样的兄弟吗？我想请求你们原谅我，对不起。你先下去吧。啊，小张来，你是想分手对不对？对，我分手的原因并不是说想跟他的朋友在一起，而是因为你的那种暴躁的脾气让我接受不了，让我恐惧，让我害怕。我内心并不是真正的想离开你。你在心里还爱着他，是这意思吗？一直都爱，只是因为平时他没有时间经常的陪伴我。这句话吗？难道不是吗？你觉得你陪我的时间多吗？1个月在外头飞国际那么久，和我在一起时间也就3、4天而已。我每回不是想着你，我每回飞回来的时候不是跟你带巧克力啊？他们怎么就可以有时间陪自己的女朋友？你怎么就不可以？那你告诉我，他们女朋友都可以等他们，你怎么就不行啊？我等你了，只是这次在我生病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。这样啊，你们别吵了。来，我问你几个问题，小张。如果那个男人不是你最好的朋友，当那个事儿发生了，你会怎么解决？我会跟他分手。实际说，你在乎的是他出轨这个行为的本身，让你更加难受的是他出轨的对象是你兄弟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这么折磨他的意义何在呢？他不让我好过，能让他俩好过？你现在是想折磨我到死吗？我怎么折磨你了？有你伤害我深吗？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吴威老师，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嫂子，您先帮帮这小伙吧。这小伙子不愁再找女朋友啊？是不愁啊，干嘛生这气呀？我容忍不了。你容忍不了，他俩不见得在一起，或者在一起跟你没关系，你自己不能伤害你自己呀。你对不起你自己呀。你还有幸福的生活呀，你这么年轻，已经挽回不了了，那你干嘛自己折磨自己呢？他们现在是折磨我，我要跟他分了。是你在折磨我。既然你认为别说了，你认为他们不对，你连看都不看，你应该自己找你好的呀。你看你多帅呀，你找什么女孩不行啊？而且又不是你不忠，你干嘛用别人的错误折磨自己呢？你个傻小子，这不是你太傻了，这试金石嘛？哎，你再气出病来更不值。对，实际上面你说这还好，如果2个人结婚了，有了孩子了，更可怕。这种再发生，那又情何以堪？怎么那就太痛苦了。发生这件事情是因为你对我的忽视，所以才这样的。行了，来吧。以前你飞行的时候我这样吗？不管你飞行到几点，我每天在家里等着你回来。小伙子，要我连听都不听了，过去了，你走你的了，找更好的。哎，问题我现在就过不去这条。他们3个人啊，在这个爱情当中分别做了3件事儿。这位无私奉献，奋不顾身利他；这位崇尚忠贞却不甘寂寞利己；那位毫无原则纠缠不清损人。我觉得小伙子就一句话，你可长点心吧。爱情的发生本身就在势力范围之内，同时爱情当中相伴很重要。这件事儿对你来说是一个警醒，当头一棒，放下眼前的这个不值得去珍惜的这段恋情，审视自己哪里有不足，提高自己爱情的智商，然后往前看。我觉得你又帅又高又有好的职业，何必不把自己的眼光放得长远一些呢？老师，我想更正一下，是这件事情我是做错了，难道他就没有错吗？所有的错全部在我一个人身上吗？他错在不能陪伴你，你要的是这个吗？对。所以你何必要纠结于他的问题呢？你自己有问题了，今天这个人陪着你，你就爱他。这个人万一要我并没有爱他，我只是在精神上对他的一种依赖。你不要亵渎精神上的依赖这个词儿好不好？你不爱他，你跟他在一起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可不可以自重一些？这事儿确实咱们做错了，咱不能再说什么，越说越伤害他。
两个人都有错的话，这男孩错在一些细节，但这女孩错在原则。我觉得原则和细节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。所以说这女孩觉得特别委屈，说你忽视我，那我们谈恋爱谈久了，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忽视。那你不能说对方稍稍忽视我了，我就出去搞外遇。他不是忽视我，老师，他是忽视我1年。啊，对，忽视您1年，你可以跟他说拜拜。然后我再去谈别的恋爱，没有问题。或者说，你可以用一些其他的办法跟他做一些这种交流。我跟他交流过，可是他从来都不听。对啊，不听你可以跟他分开啊。其实你刚才的这种想法我挺理解的，因为23岁嘛，谁都觉得自己是公主，而且又觉得自己为他放弃了很多，更觉得说他欠你的，应该多多的去回馈你。但是很多时候，我觉得这种东西不能够用这样的一个等号去计量哈。然后再说说这个男孩吧。刚才他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前2天有一女孩来问我，然后这女孩就说我老公出轨了，我该原谅他吗？我该忍他吗？我说如果你要是特别爱他的话，就不能忍；如果你要是不那么爱他的话，可以忍。因为人都是这样。如果我那么喜欢一个人，然后我发自全身心的去爱他，你看到了他身上曾经的背叛和瑕疵的话，你会觉得特别的难受。所以未来你们的路还很长，如果时间长了，天天在提醒你说你的好哥们儿，你最爱的女人曾经有过那样的一段故事，我不相信你那颗小心脏能够承受一辈子。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不要跟自己过不去，虽然有一段感情失去了，但是失去也没有关系，起码比天天沉浸在其中让自己受折磨要好得多。5、6年前的时候，我还在做电台，有一天晚上有一个男孩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：“涂老师，你不会想象到今天晚上我经历了2件我这一辈子或者很多人这一辈子都经历不到的事情。我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，在我现在父亲的企业里面帮他打工，但是今天我知道了2个让我痛不欲生的消息。第一，父亲不是我的亲生父亲；第二，我的女朋友和我的父亲走到了一起。任何男人听到这个想死吧？我当时我什么都没跟他聊，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：现在赶快买票回英国。3个月之后，他打电话给我，他说我当时杀人的心都想有，我想毁了他们嘞。但涂老师，你那句话让我及时的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人没有豁达到那种地步，可以看着自己的后花园被别人肆意的践踏。男人再宽容，不可能到达那么高的境界。但是你要记住一句话，小伙子，看着我，看着我，别老盯着那儿。对于伤害自己的人，唯一的方式就是过得比他好，明白吗？过得比他好。我在这个舞台上一直以来是比较维护女性，我也经常在外面做节目，我会把我们频道里的一些同事的电话给我老婆，因为我在杭州嘛，然后我老婆在那儿一个人不认识嘛，我说你要是有事儿，或者是这个病啊或者怎么样，你可以打电话给我同事。2011年到现在，我老婆没打过1次电话给我的同事。是女人有的时候是很细致，有的时候女性要的可能不是金银钱财和奢华的享受，要的只是一个眼神和某一种默契或者是满足。但生活当中因为工作、地理、时间有太多的不得已而为之啊。年轻如果不挣钱，你会说我没本事；长得帅，你说我在外面风流；在外面挣钱，你说我不顾家。没有男人就活不下去了。我是需要他能多关心我。是，我承认在有些细节上他做得很不好，但是这绝对不足以你红杏出墙的借口。不要说那些特殊行业的人，就像我们节目里面经常说到的维修铁路的，在北极探险，不要说那些特殊的人，就说我们这样的经常在外面做节目或者要出差的人，如果老婆都这样的话，那不扯淡。那老师，你平时在外工作的时候，你也会对你老婆
会，我说了会，我说了这点是他的不足，但不能成为你背叛的借口。动不动就是因为你今天没陪我啊，我今天寂寞了，我就背叛你，这还得了？还有没有基本的道德情操呢？看样子你还是有点不服气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女人永远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，否则就会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，不会有好下场，绝对。其实挺难受的，替他们难受，恨吧，恨死了吧。10年过去以后，不会那么恨的，因为曾经的爱，可能你还希望它能更好。每个人都有可能出偏差，但是出了偏差之后，麻烦有一个良好的认识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觉得一定要意识到自己错了。你到现在为止，你都不知道自己错了，他怎么能够放下心中的怨恨呢？姑娘，你不是在播种仇恨吗？我想，如果你真的认识到你错了，你诚挚给他道一个歉，他不会这么纠缠不放手的。我跟他道过歉了，他还是一直来那纠缠不放。不对，你的状态不是道歉的状态，姑娘。你错了吗？我错了。哪儿错了？不应该背叛我们之间的感情。最不应该的是背叛的对象还是他的好朋友，对吗？对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事情做这么一个思考之后，你那种偏狭的我就折磨你，那个就能卸下来。咱们不播种仇恨，好吗？曾经爱过，现在没了，你过不去这个坎儿，你放他一马，因为你爱过他。如果你真心的愿意宽容和原谅他的话，其实可以接纳。他以前对我很好，说开了原谅他呀，提出要求啊，这必须以后绝对不可以再有了呀，也可以呀。小伙子，还是挺爱他的，是不是？是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当那就是一个一夜的错误吧。过得去吗？我以前答应过他一件事，我说过，无论你以后犯什么错，我都会等你，在原地等你，我都会把你带回来的，我不会让你错下去的。这是我以前答应他的事，但是今天我心里特别难受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，我放不下他。后悔吧？肠子都悔青了吧，姑娘？刚来的时候哈，攥着拳头，脸都白了。现在好多了。卸下来了，挺好的。就这个委屈说不出去嘛。对，过渡一下可能好一些。你们自己想，自己选，但是有一个前提，尊重对方的选择，好吗？但是我现在放不下他。放不下也得放，因为你有一个名字叫男人，知道你爱他。但是真能做到那种宽容吗？墙上被钉了一个钉子，拔下来的时候，钉子就是有一个洞，要用多少东西才能填足呢？要有多大的爱和力量呢？你行吗？你还爱我吗？爱，我一直都爱你。好吧，自己做抉择吧。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我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我做错了，我不应该背叛我们之间的感情，但是我都没有爱过他，我自始至终爱的人都是你，我只不过希望你能像别的男人一样，平时多对我多问问，多关心关心我，多照顾照顾我，多能体谅体谅我自己一个人在家等着你的那种感觉。我只是需要你能多多的关心我，我知道，也希望你能翻过这一篇。也许你翻不过，但是我不怪你，一切都是我造成的。反正不管你最后你原不原我，我都会在这里等着你回来，因为我爱你。瑶瑶，我放不下你，但是这件事在我心里面像一根针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拔不出来，我放不开你。对不起，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那么任性。我们像以前好好的好不好？
梁东妈，当有一天你经历了很多，你发现他就因为这个错误而过得不好的时候，你会为他而难过吗？对。如果你们在一起，未来的某一天，他又在同一个地方摔倒，你会为自己而难过吗？可能会吧。回去吧，想想我刚才那2个问题。回去吧。各位，你们看好他们吗？你们觉得他们有可能抛开很多东西再往前走一步吗？因为曾经有一些扎扎实实的爱在他们的身边。来，各位，请选择。正因为这种5成对5成的比例，恰恰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问题的纠葛。这再一次提醒我们，如果真爱，请别犯错，因为挽回错误的成本太高了。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，一起数5个数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。你能不能原谅我？像以前一样那样对我，把这些翻过去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我可以答应你，我翻过去。我以后会好好对你的。好了，别哭了行吗？给你个建议，这是一个伤口，它自己会慢慢的愈合，千万不要时不时的就把它拿出来，因为经常摆弄伤口，伤口会发脓的。我绝对不会提到。也许你觉得今天自己这个做法挺爷们儿的，但是我觉得真正的爷们儿能做到一件事儿，不翻旧账，希望你能做到。坦率的来说，作为嘉宾，我们每一对新人我们都想做，没谁吃饱撑的跟别人作对的。但是有些东西我们实在是担忧，确实是担忧。此时此刻虽然是一个大喜大悲的一个结局，但是以后经历的困难还有很多很多，包括每一次发生争斗时候的口无遮拦，以后每一次面对同样问题时候的诱惑，你们都能坚守住吗？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我会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一切的，请大家相信我。好好去相爱吧，新的一天开始了，做好准备，就勇敢的面对。我挺欣赏你的，真的。来，谢谢主持人。有请我们的小花童。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途中的套装礼盒，感谢天津东尼佩奇钻石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钻戒。翻篇了啊，翻篇了，绝对不会再提了。好样的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对他们来说千辛万难的一个时刻吧。瑶瑶，答应你，这件事我可以绝口不提，我可以翻篇，我还会像以前一样对你更加好的。你能回到从前吗？谢谢你对我的体谅，谢谢你对我的谅解。我保证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我希望我们能像以前好好的。我答应你。我做好饭，每天在家等着你回来。不管你多晚回来，我都会等着你。我答应你。回家好好的疗疗伤。如果回去发现过不去，今天冲动了过不去，请记住，放手让姑娘走，再在一起是太大的折磨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祝你们幸福哈！谢谢，来，请回去，谢谢。